金腰帶屬於中國，我會把金腰帶留在中國。伊朗特種兵來中國揚言要當拳王，不僅在發布會現場一臉趾高氣揚的對中國選手推推搡搡，還不斷拍打中國小伙的胸脯，故意挑釁。中國小伙薩利曼並沒有過多搭理他。不過在第二天的比賽現場，開局還不到半分鐘，薩利曼用摧筋斷骨的拳法打得對手肝腸寸斷，幹斷8根肋骨，躺屍擂台。不過就在薩利曼高喊着必須要把金腰帶留在中國時，一個大老黑立馬站了出來。沒錯，觀眾朋友們，他就是眼前來自於烏干達的盧蒙亞喬賽亞。賽前他也是口口聲聲揚言要讓我們中國小伙血債血償，加倍償還。這個大老黑來自於烏干達，理論上來講啊，和伊朗應該沒什麼關係啊，但是因為他和這個伊朗的特種兵呢在同一個俱樂部訓練，他便口口聲聲揚言他要復仇。他和那個伊朗特種兵啊，那真是狼狽為奸。這兩個人啊是來我們中國賺着錢啊，還瞧不起我們。台上欺負我們中國選手，台下欺負我們的中國姑娘。我相信前者大家不會太多計較，而後者很多人啊根本忍不了。看这幫卑鄙的老外踐踏和欺辱我們的中國姑娘啊，真的是令人感到憤怒。想一想都覺得惡心，主要是這幫家伙的繁衍能力啊實在是太快了。我們看一看現在的法國，60%以上都是黑人黑皮膚，所以說為了預防我們中國呀變成下一個法國，我們看眼前的中國小伙子啊，來自於新疆的薩利曼霸氣出山，年紀21歲，也就是20周歲，身高1.70米，臂展1.72米啊，生涯總戰績23戰22勝12場 KO。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新生代選手當中的，我個人認為啊最猛的一個，而且他的成長速度呀也非常之快，曾連續4年獲得過新疆省的3大錦標賽冠軍，以及目前他是昆侖爵的拳王。好，這邊雙方比賽開始，我覺得就衝着薩利曼那一句啊，必須要把金腰帶留在中國，我們就可以無條件的去支持他了。小伙很有野性啊，不像現在我們中國有一些人啊，年輕小伙子。這唱唱跳跳的，留着長頭髮啊，這個肤白貌美的，比女生啊還會打扮啊。像薩利曼這種年輕啊有血性的小伙子不多了。後腿的低掃，再踢，又一個。看薩利曼的比賽，觀眾朋友們啊要注意着重看他的腿法啊，他自己呢獨創了一種碎骨腿法。顧名思義啊，就是踢斷對方的小腿骨啊，主攻對方的小腿。对方的腿很長啊，踢起來也很方便。哎呦，這一下是重心失衡，並不算薩利曼呢把對方踢倒，不過沒關係啊。這個大老黑啊，他的泰式風格還是比較明顯的啊，雙手的報價呢拿得比較高，這是一個純泰式的風格。但是你能護得住上面，我們不打呀，我們專踢你的腿。而且這個大老黑啊，本身個子就高啊，重心就不穩，漂亮。現在逐漸已經是有一點效果了，看對方的步伐呢是一跛一跛的。剛剛的換拳啊，薩利曼是有一點點吃虧啊。好，這是一個蹴踢，用這個前腳掌啊去踢對方的這個肋骨和肚子啊。如果踢準了的話，可以一腳起到必殺的作用。這招在日本的話叫3日月蹴，在我們中國的話一般叫蹴踢啊，或者說前踢。好，薩利曼的拳很猛，打得對方抬不起頭了。漂亮，漂亮，連拳帶腿，再見一個低掃腿。這個盧蒙亞喬賽亞在我們中國目前是4戰全勝。這一場比賽，我希望薩利曼啊，乾脆給他打廢啊，給他打回烏干達。原本在烏干達連飯都吃不起的貨色，來我們中國掙到錢了，就開始瞧不起我們中國人。這種白眼狼啊，我覺得呢不可留啊。漂亮，一拳一腿，這連拳帶腿的穿插進攻啊，讓這個大老黑是防不勝防。我們看，這是第一次擊倒啊，是重心失衡。薩利曼的拳很重啊，打得對方呢是栽栽愣愣。
薩利曼的拳的確是夠重啊，因為上一場比賽呢打伊朗特種兵的時候啊，他僅用了20多秒，不到30秒就 KO 了，打斷了對方呢是8根肋骨啊，根根斷裂。好，現在是第2回合了，看一下薩利曼的表現。好，要小心，這個大老黑在第2回合攻勢很兇，打完就摟，還會進行一些襲擊的動作啊，不給薩利曼呢發揮腿法的機會了。哦，情況不對，立馬開摟，不想給薩利曼啊踢他腿的機會。對方出腿次數也不少啊，但跟薩利曼比起來的話，這個腿法的力度明顯是不一樣。我們是又快又狠。哦，漂亮，漂亮，漂亮！這一腳是，哎呦，踹到了對方的第3條腿，踢得好。既不讓他賺錢啊，也不讓他禍害我們中國姑娘。當然不是故意的啊，因為在搏擊擂台當中呢，踢襠啊，這個也是不可避免的。扣分就扣分，無所謂。我相信薩利曼是有絕對的實力啊，可以 KO 掉對手的。所以說分數對我們來講無所謂。很明顯啊，薩利曼的整體節奏呢要快對方很多，而且我每一次都能先手，節奏在對方之上。漂亮，前手打中，上步，哎，連拳帶腿，漂亮，很清晰的读秒，把對方打跪下了啊。看到打老黑的比賽啊，就忍不住想多說幾句。对方明顯被激怒了，又開始了自己惡心的摟抱戰術。打法很髒啊！雖然說薩利曼的防守報價拿的並不是特別高，但是小伙年輕啊，反應速度很快啊。哎，漂亮，打得好。不過這一腳觀眾朋友們也看得很清楚啊，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老把你們的褲襠往我們腿上撞啊！不過剛剛這一腳看起來沒什麼問題，不過說句心裡話，我希望他呀有點問題啊，讓他呢中國掙錢中國花，直接把錢啊男科醫院啊全部刷光。把对手控制到角落，薩利曼的攻勢很兇，壓迫感也很強。好，這邊第2回合比賽結束，薩利曼的斷骨腿法呀，果然是名不虛傳。第2回合雙方的節奏都偏快啊，希望第3回合再快一點，我們直接啊 KO 掉對手，那是最好的了。哎，現場的舉牌美女很漂亮啊，很年輕。不過在繞場走的時候啊，注意點啊，要離那個大老黑啊，離他遠一點，很危險。是踢着襠，好像也是來到我們的第3回合，是2支。对，这一回合不知道有沒有 KO 啊？是。哦，一個掃地，哦，有一個啊！這個掃地是真的是很準，而且很重啊！對，有可能就結束了啊！對，是。所以就像剛才說的，這一場回合如果 KO 到他的腿啊，你看這個盧蒙亞啊，你看他的這個手這個腿的話，已經是把它提起來啊，要去防着對方的這個掃地腿。啊，再來了一個了，很大了。好，我們的換架了啊！現在換架了。好，有一個跳踢，啊，想做轉身啊，嘣，啊，距離太近，對，距離過近，對。你看他這時候你再做轉身蹬的話，沒太大的意義，是，直接還是用這個低掃腿。啊，又來一個，哦，我們裁判叫停的比賽也是。這個掃踢啊，也是。好，觀眾朋友們，沒有問題。我們的中國小伙薩利曼在比賽第3個回合啊，連續3次讀秒，用自己的碎骨腿法徹底啊踢飛了對方的雙腿。讓我們恭喜薩利曼啊！同時十分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那麼下期視頻再見。明天你的對手就是來自於中國的張偉麗，你對此有什麼特殊的準備嗎？實在是太可笑了。
這種貨色根本沒有資格來和我打比賽，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娘們兒。只要她是一個中國人，明天我就會把她打進棺材裡。好，各位屏幕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戰，沒有錯，又是一場暴打小鬼子的精彩對局。那不過本場比賽並不是普通的小鬼子，而是一個猖獗至極的女鬼子。好，我們看哦，这個佝偻着腰的，哦呦，好像鬼子進村，一臉横肉，沒有錯啊，他就是猖獗至極的佐佐木人子，39戰39勝的日本拳壇王者。我們看。这個家伙好像有多動症。賽前對方的佐佐木人子表示說我不認識張偉麗，我也不知道他是誰，這種二流貨色不配當我的對手還說什麼我不管張偉麗是誰，反正他是一個中國人我就肯定會打廢他。好，這個小日本怎麼這麼猖獗？這場比賽他猖獗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主場是日本的主場所以說他呢是有着很大的優勢，裁判、觀眾以及打分人員都是日本人所以說這場比賽對於張偉麗來講呢非常的不公平。好，沒有錯，比賽開始，來看一下藍方選手張偉麗藍色拳套，紅色拳套就是日本選手佐佐木人子。張偉麗憑借連續的腿技來把控雙方的一個距離。張偉麗原本是練習散打出身，所以說他的腿法呢是非常的厲害。乗り込んできてますからね。ここがアウェーですから、もう倒すし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してクラッシュがどういうリングなのかというのももうすでに理解しているというジャン・ウェイリー選手ですね。まずその横蹴りからこれからこの後関根さん何が出てくるか。連續側踹，那這個招式的話是典型散打當中的一個招式。雙方在第一回合換拳的話是明顯是張偉麗佔優勢不僅我們打得更準。好，我們看，什麼情況？一拳打翻，在最後的時刻，張偉是抓準一個機會。但是我們看對方的日本選手，他的恢復能力很快我現在甚至懷疑他已經是打了興奮劑，那這個不太好說。兩人的作戰風格是很不同的對方是純泰拳我們這邊的話是散打加自由搏擊。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確實有點蹊蹺，對方的日本選手呢，這個家伙怎麼這麼抗揍？他的年紀這個比張偉麗大很多但是沒有想到他的抗擊打能力超乎我們的想象。好，第二回合，張偉麗還是以腿法去開路。張偉麗這邊的話是連拳帶腿，整個打法上的話連貫性是非常的不錯。我們看，這個日本選手的鼻血，我們看對方的鼻子流出了狗血，他被張偉麗打的這個打斷了鼻梁。そうですね。サンダはリング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リングって逃げられないですよね。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足が止まってくると捕まえられますよね。徐々に足が止まってきたと思いますね。そうですね。佐々木が前へ前へというところ、右をかわして右、さらに膝というのが佐々木です。関根さん、佐々木の時間がやってきたようですね。ウェイリー選手ね。全力的振るからちょっとスタミナが雖然說對方的日本選手呢是被打出了狗血，但是這個家伙反而是越戰越勇。但是我們看張偉麗的體能下滑呢是非常的明顯。這和他以往的這個比賽狀態和競技狀態是不同的。可能是客場作戰，那在心態上是受到了影響。好，我們看還有最後半分鐘的一個時間。好，各位新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二回合已經結束。我看對方的日本選手還是頂着鼻血，
第二回合張偉麗在前半段是打得非常不錯，但是後半段啊體能上是出現了斷檔。據說張偉麗在參加本場比賽之前，他是發生了一場高燒，而且呢，為了減重啊，他是48個小時沒有睡覺啊。所以說現在的話，他可能是有點低血糖。好，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回的表現。好，連續側踹，通過這樣的一個戰術和對方把持距離。可以說張偉麗在這個整個中國的影響力可以說 No.1 啊，放眼亞洲那也絕對是排得上號的啊。但是对手說不認識我們，但是我們現在看對方的整個打法以及戰術體系呢，完全啊就是針對我們去做的啊。好好看，張偉麗要注意防守就可以了。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前2回合我們是有優勢，只要不被 KO 啊，這個比賽拿下來還是沒有問題的。好，张伟麗還是有反擊的能力，但是呢，他的拳速啊是慢了下來。這個時候就不要拼拳了啊！最後的30秒，张偉麗是一個看到日本選手絕對不可能防守的這麼一個性格。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是結束，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2名女子選手可以說是拼盡了全力，甚至來說比男選手打得還要兇狠。這場比賽舉辦地點呢在日本，所以說張偉麗可以說是很難受啊。主場，對方的主場，我們的客場，所以說打起來是比較困難。而且我們賽前啊，我們剛剛也說到啊，是48個小時因為減肥沒有睡覺啊。這場比賽我們看李景亮也是陪着張偉麗來到了現場。長時間的不休息啊，導致呢張偉麗是有點這個低血糖的一個狀態啊。好，我們看一下最終的裁判打分。好，这场比赛非常的可惜，可能说张偉麗的狀態並不是很好，但是雖敗猶榮。那這場比賽實際上啊，那判給誰贏都是沒有問題的，那這個比較屬於分級判定了。只能說張偉麗今天的狀態並不是很好，而且是客場作戰啊。如果狀態滿的話，很好的話，肯定能擊敗對手啊，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狀態不好的情況下，兩個人啊，這個打平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裁判卻判給了對手，沒有辦法，這是日本的主場啊，我們只能是接受這個結果了啊。好，那麼這場比賽到這裡的話就結束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巴西拳王不講武德，竟然使用明令禁止的足球踢猛踢中國小伙的後腦，被惹怒的中國小伙拳拳爆頭，直接將對手打飛出擂台，大快人心。有請藍方，來自巴西的 Bruno Miranda。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巴對局，中國大戰巴西。好，我們看一下順便出場的選手，這個還跳了小舞，看他滿臉春風，滿臉得意，沒有錯，他就是來自於巴西的拳王米蘭達。好，這個家伙把出場當成了走秀，你看他這個步伐像老太太一樣啊，一邁一小步。好，這個米蘭達的話來自於巴西啊，他的足球技術也非常的厲害啊。據說呢，他當年啊是想做一個足球運動員，但是沒辦法，巴西的這個足球競爭啊太大了，所以說選擇了打拳擊。但是這個家伙一直沒有放棄當這個足球運動員的夢想。那這一次來中國更是狂言，要把中國選手的腦袋當球踢來訓練他的足球技術，太狂了，觀眾朋友們。好，這個米蘭達的話是33歲啊，一位拳壇老將了。上下戰績36勝18負2平。好，我們再一起來看一下我們中方的參賽選手，他的名字叫做趙帥。
趙帥這個小伙子非常的年輕啊，也是我們中国散打界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才19岁。观众朋友们，才19岁，的确是非常的年輕。在我们看來，他是一個英勇無畏的小將，但是在對手看來啊，趙帥是一個毛還沒長齊的小孩啊。對方呢不止狂，還狗眼看人低。好，觀眾朋友們，這場中巴對局千萬不要錯過了。我們看趙帥的氣勢上完全不輸對手，但是這個年齡上啊，的確是小一些，作戰經驗上來講也是少一些。當然我覺得沒關係啊，我們的這個比較年輕啊，長江後浪推前浪，我直接把對方啊拍在沙灘上就行了。好，廢話少說，比賽開始。黑色拳套，紅色戰袍，中鋒選手趙帥，19歲，一位散打小將。上戰績目前的話是2戰全勝啊。對方的話是米蘭達，渾身上下紋龍畫鳳。這後背紋了是啥？仔細一看，這是土豆燉鯉魚嗎？還是什麼東西？但是仔細一看的話，更像是茄子燉豆角啊。好，不要少說，看一下雙方選手的精彩對局。以泰拳為主，所以在一開場的時候呢，他的低掃明顯的有泰式風格，連續3次打擊在了紅腳的支撐點上。對，這是他的可能主要的進攻的套路。但是趙帥反擊，趙帥發也非常棒，剛才有2個前手的刺拳擊中了對手，而且後手拳應該也是打到了對方的防守線裡邊。好，我們看趙帥這個小夥子的確是年輕啊，打法呢是非常有衝勁兒啊，非常的猛。他不在乎對方是什麼戰績啊，什麼拳王，你看亂拳打死老師傅，說的就是這個場景，好漂亮！接腿後的重擊，哎呦，這個接腿太漂亮了，對方也是有些招架不住。而且仔細看趙帥的拳法呢，還有一些這個俄式大輪擺，有點俄羅斯這個戰鬥民族的風格了。又有擊中，又有擊中。米蘭達拳轉。他們2位的體型來看呢，剛才的這組混亂的拼拳也能夠看得出來，不只是2個人打中對方之後都沒有什麼反應。我覺得米蘭達的力量因為他才矮了4碼，他的身體維度比較的要粗一些。對。所以趙帥是不是可以適當的可以用個正蹬腿啊，或者側踏腿啊，控制他距離，打中遠距離？其實到目前來看，比賽這是一個泰式的。好，第一回合還有1分鐘的時間。那目前來看，趙帥在分數上應該是要比對方高很多了啊，有效打擊數更高。剛才趙帥還搖頭挑釁對手，看一下能不能激怒對方的米蘭達。看起來應該是起效果了。技戰術打出新的風格，其實很重要。對，趙帥實際上可以多用先去打中遠距離，可能對他更有利。即便是哎呦，這個巴西的這種踢法，轉身騰空後掃踢，這個在比賽裡面非常少見。這就是對優秀運動員的體現體現出來了，就是我吃了虧沒關係，我馬上還你一個，而且一般是用相同的技術來還一次。剛剛有個氣勢，第一回合結束。好，觀眾朋友們，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看一下2個人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好，我們注意看，紅色戰袍趙帥啊，一個19歲的散打小將。那麼這個黑色褲衩便是巴西拳王米蘭達。據說他這個足球踢得不錯。賽前更是揚言說要把我們中國選手腦袋當球踢啊！這個是玩明顯犯規的動作。剛剛對方有一個足球踢，但是裁判並沒有扣分。然後這個家伙真是手段歹毒，這是明令禁止啊，而且是一個違規的動作。是，而且臂展的是，他不光已經是把肩速度是了，連軀幹都往前傾。對，所以也很有危險。他要彌補自己的這個身高臂展的劣勢的話呢，這種打法也可以。做好防守。第2回合開局1分鐘，對，開局1分鐘之後，好像趙帥挨的有效的打擊多了一點，比第1回合有所提升。對，還是沒有距離給。是因為他的意圖是似乎是我
支撑腿挨一個低嗓皮之後，冲進去換個拳，對，衝進去打拳。哦，轉身擺離，掃到了，沒有殺傷，掃到了。我們看這一回合，趙帥表現的是非常的冷靜啊，打法上也是找機會還是得打。不好意思啊，我看起來是挺冷靜，但實際上呢，趙帥這個絲毫不想冷靜啊，但是要小心自己的前支撐腿，被這個米蘭達呢是連續踢中好多次了啊。你看這個掃踢呢是一個積累性的傷害啊，越踢呢這個傷害是越高的。剛開始沒事兒，那後邊可能就受不了了。看一下趙帥怎麼處理。他的合拳還有上下限的这些選手，到目前為止他打的水準是非常高的。你看，很順，而且距離也打得對，能打進去。所以我覺得趙帥還是應該可以用一下正蹬或者側太腿，距離不是也可以支持。当佩雷要是2次扫摔倒了，对，那麼有1次轉身後蹬非常漂亮，轉身後蹬。然後就是雙方同時的變形，很戲劇性，對，很戲劇性，像默契。好，這麼好，變形。在繩身上面的合拳直播。好，这个是相差了的动作。好，觀眾朋友們，對方把這個踢足球的招式啊都拿出來了，倒掛金鈎啊，捨身踢。有點意思啊，對方真是把這個比賽當踢足球了。好，第2回合比賽結束。好，我們注意看對方這個足球踢你可以看到，真是下狠手啊！我覺得這種人完全可以給他禁賽啊，以後不要讓這種人來中國參賽，的確是太壞了。好，觀眾朋友們，看一下雙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重要的一粒，对，毒拔，肯定毒拔了，而且他抓緊時間打下一輪，沒錯，這方非常重要。所以從我們這個角度啊，大家在這方面非常明顯，這也是這個搏擊的魅力。看，誰就是很難受，接着打，對，這個時候一點對。好，觀眾朋友們，精不精彩，解不解氣？對方揚言說把我們中國選手腦袋當球踢，結果自己腦袋反被當成沙袋一樣暴打。我們看對方都打飛出擂台了，這算是進球了嗎？觀眾朋友們，算是進網裡了是吧？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趙帥進球了啊！好，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咱們下期視頻再見。200斤少林金剛羅漢終於出山，殺入危險重重的菲律賓擂台，挑戰渾身肌肉的菲律賓拳王。大開大合的少林拳法，再配合上少林鐵頭功，連轟上百拳，對手根本招架不住，讓全場老外徹底傻眼。好，觀眾朋友們，我們注意看眼前這個渾身肥膘的光頭壯漢，沒錯，來自於我們嵩山少林寺的金剛羅漢唐大瑞，法號智空。好，再注意看這個渾身，哇，這個肌肉真的是有點不太真實。好，這個肌肉壯漢便是菲律賓的本土拳王馬克帕洛馬。這場比賽舉辦在號稱是世界拳擊墳墓的菲律賓舉辦，在菲律賓的話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危險的搏擊擂台了，因為這裡常常打死人，而且經常舉辦這種無差別的比賽。無差別呢指的是體重無差別哪怕你是80斤也可以和300斤一起打。好，這一場比賽已經開始了，藍方選手紅色短褲唐大瑞少林金剛羅漢少林武僧。而紅方選手便是菲律賓本土拳王了，馬克帕洛馬。兩個人一個是渾身肥膘，而另一個是渾身都是肌肉塊頭啊。我們看唐大瑞一上來打得很兇。大開大合的少林金剛拳，感覺把對方已經有些輪懵了。哦，注意看這個馬克，這個腦袋後邊留了根小辮啊。難道這是晚清餘孽嗎？生活在菲律賓的貝勒爺啊，這是啊。
哦，唐大瑞吃了好几拳，但是他扛住了。少林铁头功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哇，我们看唐大瑞完全不防守，大開大合，左右開掄，一個字兒，大就是幹。Medyo nakikita natin yung gigil ni Palomar dito. Parang ayaw niya nasasaktan sana. Oo. Nagigil yung bawi niya. Medyo nailang na si Tang. Dahil na malamang naramdaman niya yung punches niya. Another one, a jab. Pumasok. With a belt like that. 作为少林弟子，可以说抗击打能力啊，观众朋友们，那是基本功。但是貌似唐大瑞他浑身的肥膘啊，能讓他的抗擊打能力更上一層樓啊。Kahapon sa weigh-ins, talagang para akong na-cover ng ulap during the weigh-ins. 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千萬別眨眼，重磅級的比賽啊，隨時都有可能產生 KO。Tinataan ni Palomar sa boxing kung laban ito. Jab, pumasok yun. 哦，小心，唐大瑞吃到了一個後手拳。不過這個下巴，哦呦，這是鋼鐵下巴嗎？菲律賓拳王馬克嘗試從各個角度打肚子、打脖子啊、打下巴、打腦門啊，都打不動。並不是對方的力氣不夠大，而是唐大瑞的抗擊打能力太恐怖了。你看，就是打不動。Alam mo, most of the Chinese fighters I know and who competed sa URCC, matitibay ang mukha. 這個馬克頻頻使用激將法，不斷去刺激唐大瑞。但是少林金剛羅漢畢竟是和尚啊，心態上來說呢，應該是很穩。畢竟要做和尚，想出家的話，最基本的要做到四大皆空。所以說，想激怒我們沒那麼輕鬆。好，這邊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雙方的比賽的確非常精彩啊！唐大瑞雖然說分數不佔優勢，但氣勢這一塊已經打出來了。今天我們來這塊呢，也並不是來打分數的，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啊，就是要 KO 對手。好，這邊雙方第二回合比賽繼續。我們看少林寺的金剛羅漢，哇，一上來便開衝。不過要小心吶，完全不做防守，這是很危險的。最好的話就是防守再加抗擊打能力很強，二者結合一下，我覺得可以做到天下無敵啊。唐大瑞的打法風格和他的這個外形，觀眾朋友們真的是一模一樣啊，非常的粗獷啊，非常的這個狂野。有一種這個魯智深的感覺。哦，馬克受不了了，想過來摔。比賽規則呢是綜合格鬥規則，可以打站立，可以打摔跤。哦，出血了，這個血是誰的呢？哦，沾到了我們的腦門上啊，應該是對方的這個臉上流的血。沒錯，是菲律賓拳王馬克的右眼角。好，繼續大開大合。哦，唐大瑞小心，有些晃了，有點晃。哦，反手一拳，對方晃了。Oh my goodness! What happened? 唐大瑞武松打虎。哦，對方已經沒有能力反抗了，比賽結束。哇，非常精彩！客場作戰，少林武僧拿下了勝利。這是唐大瑞第一次打比賽，而且還是第一次出國打比賽，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雖說是習武中人，實力很強，但畢竟是比賽呀，比賽是有規則的，對我們的功夫啊，對我們的實力有着非常大的限制。在上場之前，唐大瑞只提了一個要求，如果打贏了之後啊，必須把5星紅旗給他披上來。雖說是少林弟子，少林出家中人，但他畢竟還是一個中國人。好，恭喜唐大瑞，咱們下期視頻見。He did really well for this match. And any, JC, any final words bago tayo magtapos tonight? Yes, so, thank you. Sa mga sumama sa amin to start to finish sa live stream, official live stream ng URCC on our page.